上一段我们说到，耶路撒冷像极了一个被神捡回家的弃婴，从泥巴里一路走进皇宫，穿上名牌婚纱，变成神的王后，让人忍不住想大喊：哇，神也太爱她了吧！但你以为故事会幸福快乐直到永远吗？错，大错特错！以西结书16章15到34节的剧情，是所有8点档编剧看了都要崩溃的程度。王后出轨，还不是爱上一个人，而是跟所有人都搞在一起，而且还不是收钱，是倒贴。来吧，心里准备好，今天我们要进入神最痛也最撕心裂肺的一段告白。15节，你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。意思很简单，你变漂亮了，就开始自恋，然后开始乱搞。他用谁给他的美色去乱来？神给的。他用谁给他的名声去勾引外邦？神给的。他不是没东西，只是拿到手的祝福变成了诱惑的武器。第16到19节，他用神给他的衣服、香料、食物去做什么？打造偶像，献祭给假神，用神的礼物来讨好其他人。换句话说，神说，我给你 LV 包，你拿去送你情人。我煮的米其林级爱心餐，你摆成偶像的供桌。夸张到什么程度呢？第20到21节提到，他甚至把神给他的儿女烧掉，献给假神。神整个气到语无伦次了，你这样还够吗？33到34节，凡妓女是得人赠送，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，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。等一下，一般做这事的人是收钱，对吧？你倒好，付钱给别人来跟你做。这已经不是情感的出轨，这是人格的崩坏，逻辑的解体。这段经文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叫灵性崩溃的终极版本。请记住，他曾是被神说你要存活的人，被洗干净，穿上婚纱的人，被神立约成为心腹的人。但现在呢，他不但背叛，还拿神的礼物去给别人，甚至自己倒贴贿赂假神，为了行淫连孩子都牺牲。这不是普通的罪，这是对恩典的践踏，不是不知道神的爱，而是选择拿爱去换取刺激。有人会问，神这样说不会太情绪化吗？对不起，这不是情绪化，是爱得太深才会伤得太痛。这段经文里，神没有马上审判，而是一直在控诉、质问、哀叹，像是一个被配偶背叛的人在夜里痛哭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第22节，神说，你行这一切可憎和淫乱的事，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肉体滚在血中的日子。这句话简直刀子插心，你忘了吗？你曾经在血中，是谁让你活？你什么都不是，是谁把你当宝？你变漂亮了，是谁替你装扮的？现在你却转头说，这一切我靠自己来的，我要拿去取悦其他人。结语，这不是他的故事，是我们的。你以为这是耶路撒冷的问题，但这段经文其实是一面灵性的照妖镜，问我们每一个人，神是不是给了我很多美好、能力、机会、家庭、资源？我是否开始觉得这一切是靠自己？我是不是也把神的恩典献给偶像了？成就、名声、关系、安全感。当我们把自己当成中心，
神的爱就被我们当作工具，而不是盟约。而神的心也像在这段经文里一样，在痛哭地问：你怎么能忘记我是让你活的那一位？